我看到3个字的了。想进去逛逛吗？姐带你进去逛。先下来点。我们要来开箱加贺屋的房间，这是一个回到家打开自己家门的概念。这是玄关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噔噔，很大间的和室，是面对公园的公园景哦。我每次到这种温泉饭店，都很好奇这种茶店会放什么。茶杯，很漂亮的茶杯，水米茶、玉露，然后它还有这个免费的房内的小点心。这个我猜是那种坚果，日本坚果，这是煎饼。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房间，一个简单的榻榻米的和室，然后因为庆生方案，帮我们做了生日快乐的装饰，还有这2个小纸鹤，有纸鹤真的是超日本。那我们最后看一下浴室、厕所、洗手台，还有泡汤的，看起来很棒。哦，对，还有 mini bar， 这些都是免费的，有啤酒、气泡水。好啦，那就是我们加贺屋双人房面公园景的房间开箱。接着我们要来6楼看茶道表演，这里好漂亮哦！前方已经先放置好各种煮茶的茶具，在茶会开始前，服务人员会先上一些配茶的小茶点，样式很多种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接着茶道老师开始讲解一些泡茶的技巧。这碗抹茶味道很清香，口感又很滑顺，很好喝。喝到底部还有一个小惊喜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去吃晚餐了，是整趟旅程中我们最期待的一个部分了。也要来坐电梯了。这边请。第3周麻烦。这是我的清酒，有提供1人1杯的免费饮品招待。它的是柳橙气泡饮。来干杯！第一道前菜包含4个小品，摆盘超精致的，超级有日本情怀。这是油封鸭胸搭配味噌过猫，左边的是甜菜根寿司米搭配鲑鱼卵及 cheese。这道九蒸鲍鱼搭配海胆酱汁，浓浓的海味在嘴巴爆开，超好吃的。接着是山椒血子鱼，是新鳗的一种，这鱼肉质很 Q 弹，胶质很丰富，炙烧香气很浓。汤品是葛粉跟柴鱼高汤，还有橙橘汁勾芡而成，可以尝得到蔬菜的鲜甜和花草香，还有鱼油的香气。中间是炸过的鲷鱼块跟椰来香。接着是包含3种鱼肉的生鱼片盘。白色的是比目鱼搭配紫苏叶，右边粉色的是油脂超丰富的红干，再来左边红色的是真的超好吃的尾鱼，中间紫色的是紫苏花，可以剥下来撒在生鱼片上，增加清香。好吃哎，紫苏很清香，很不像尾鱼，因为它油脂超多的。好吃。这尾鱼真的超好吃的，完全没有筋。接着这道是信州鳟鱼炭火烧，搭配马铃薯泥，下方有鱼骨高汤熬煮制成的勾芡汤汁。
接着重头戏是 A4 等级的黑毛和牛搭配风味菜脯锅，还有满满的蔬菜跟大葱段哦，这道超赞。软吗？它直接一撕，随便一撕就开了，很滑顺的油脂口感。所以好的火锅和牛还是很好。我们以前都觉得和牛就是要吃烧烤，对啊，因为火锅觉得好像有点很浪费，因为不够香气不足。但是它这个肉片去煮火锅，我觉得跟我们在松板吃的那种烧烤的版本相比，它的油香还是很浓。然后它这锅又是蔬菜锅为主，所以你吃了和牛完之后腻了，你就可以吃点蔬菜，就比较清爽。放饭啦！这个栗竹笋干贝炊饭超级好吃，还是使用日本的进口米哦。第二层是配饭的腌萝卜跟咸蛋黄，整份都可以免费续加哦。这饭很好吃，这个炊饭它的竹笋的清香超浓的，那个竹笋味很香。它上面有那个干贝饭。好厉害哦！不只是竹笋，还有干贝。最后到了甜点的部分啦，这是藏王起司与乌龙茶制成的奶酪，上面盖上浓厚的黑芝麻酱，并且撒上开心果跟紫苏花，口感像起司蛋糕。整体而言是比较浓厚系的甜点，这倒是我们一致都觉得比较还好的，呵呵。整体上我们都非常喜欢嘉禾屋的晚餐，用料很高档，整体而言还蛮物超所值的。新鲜的生鱼片不用说，我尤其喜欢前菜里面的九珍鲍鱼，还有 A4 等级的和牛火锅，真的跟我们在日本吃到的 A5 松板和牛一样好吃。然后到现在还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们的绿竹笋干贝炊饭，这个真的好香，好好吃。几乎每道料理我们都非常享受，整体很推荐大家去吃吃看他们的晚餐。吃早餐，对啊。我已经打不开。早餐的场地不大，但一般饭店该有的品项都有，也有台式的白粥跟西式的面包，还有明太子跟纳豆诶。然后我盛了一碗玉米炊饭，因为我等等要来做鸡蛋拌饭。其他还有寿司、温泉蛋、手工豆腐，来拿一个温泉蛋。接着是生菜区，还有日式温泉酒店早餐的重头戏生鱼片，品项虽然不多，可是这两种都很好吃。鲔鱼很厉害，明明没有油脂，可是却很软很绵。然后我要来做每次到日本饭店我都一定会做的生鸡蛋拌饭，把纳豆也加进来。可以搅它了。在台湾很少能吃到生鸡蛋拌饭，难得来日式酒店，当然要自己 DIY 一个啦。拌在一起，很好吃哎！我觉得嘉禾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把日本氛围营造得很浓厚，像是搭电梯时能观赏到如同漫画里面的无限城，以及呢随处能实际见到来自日本的饰品摆设，真的会让你以为身在日本哎，很适合带不便出国旅游的老人家们来享受。而晚餐呢，真的是很赞，就算不入住，来纯吃晚餐也能很尽兴。好啦，这部饭店开箱的影片就到这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订阅、留言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通知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